再画深一点，再画深一点。啊，对对，这样对你颜色。小鸟，子康啊，你看你这画的小鸟好不好看啊？这个是我画的。哦，你喜欢吃蛋糕啊？但是妈咪说太甜，不让我吃。你妈咪说的对，太甜对健康不好。不过我们可以一起画很多的蛋糕。好。杨叔叔帮你啊，子康自己。我帮你一下，来换一个颜色好吗？我帮你画蜡烛。来，你好可爱哦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婷婷。婷婷，婷婷好漂亮哦。婷婷，要不要跟姐姐一起拍照？来，我们看那边。1、2、3，我们再拍多一张，笑得灿烂一点哦。1、2、3。来看这边，拍张照片。好，今天照片够喽。顾小姐，顾小姐，顾小姐，我们今天需要包完全部才可以走哎。你是 PR，要包也是你去包啊。我的衣服鞋子是从巴黎买的，被你弄脏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干嘛啊？顾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看不出吗？他把我的衣服弄脏了。子康应该是不小心的啊，一场误会啊。院长，你明知道他们照顾不了自己，就应该把他们看得紧紧的，怎么可以让他们出来乱跑，给人家添麻烦啊？忘情。杨叔叔，杨叔叔，你也饿了？整个下午都在拍公益宣传照，害我都不能好好吃饭，真的是浪费时间了。你呀，在外面要多注意言辞和仪态。杨叔叔，你从小看我长大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想什么说什么。做自己固然好，但毕竟你是顾旺集团的一份子。刚才发脾气的样子，如果被人拍到，你就麻烦了。就算真的被拍到，PR 也会去解决的啊。你爸爸的身后事，全都处理完了。累死了。他走的那么突然，有查出是什么原因吗？医生说了很多，我懒得记，也听不懂。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杨叔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跟死老头说话了，我难过什么？怎么说啊？他也是你爸爸呀。他本来就一堆病，死掉也不奇怪啊，留钱给我就好了。哎。Hello? Clubbing? OK， 几时啊？今晚 ？OK，See you there。约了朋友了？今晚杨叔叔要不要一起去啊？我像是会跳舞的人吗？不跳舞也可以喝酒聊天啊。我认识几个小姐姐，就喜欢跟你们这种成功男人聊天。你那些小姐姐啊，
可以当我女儿啦。死老头也是啊，他身边的女生年纪都比我小，他都不怕当老牛了，你怕什么？旺达虽然去世了，你也不应该这么说他的。说的又没错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吃得饱饱的，今晚才有力气 party。有没有后悔当年杀了你们？既然是自卫，又为什么要后悔？总归是一条生命的逝去，手中的血洗洗得掉，但是记忆中的血洗不掉。你是在形容愧疚？可能是吧。你是为凯森的事感到愧疚？我也60岁了，这辈子能让我感到遗憾的事情不多。可是凯森的死，我到今天还是非常后悔。人已经死了，后悔有什么用？以前我在罗森堡听个老牧人说过，如果活了60年，还剩下40年的话，那40年都会用来后悔那60年所做过的事。后悔只是让自己感觉更加好一点，其实说穿了，是一种很虚伪的表现。你说的对，我这大半辈子都活在虚伪中。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，原来冷漠也是一种潇洒。你说过的，冷眼旁观是人性。话是我教的，做得到的只有你。你也做到了。要不是你冷眼旁观，凯森怎么会死？朱律师，这位小姐说要找你，我请她在外面等一下。你就是朱伟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，顾小姐？你认识我？顾旺集团的千金，谁会不认识啊？你就是那个司机杀手？杨叔叔要你替我打官司，我要告死全世界！谁让你多管闲事啊？老古董假好心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只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司机。我只是好意提醒。好意值多少钱？500万、800万？你一个月赚的钱都不够我买一个包包了，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？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没有教养的女人。我没教养，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女人生气起来有多可怕。这么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满嘴屁话？不知道是哪个无聊的人
这种 video 也要放上网，然后一群穷鬼就开始攻击我，说我是什么司机杀手。拜托，我家里有钱是我的错吗？他们还说什么有钱人都没有教养，等他们当有钱人再说吧。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边呱呱叫，难怪他们到现在还是一群没有用的垃圾，只会在网上乱废。顾小姐，他们还在我的 IG 上留了一大堆垃圾留言，我要告他们侮辱我。还有那个拍我 video 的人啊，我要告他侵犯我的什么权？肖像权。啊，我的脸是他们可以随便乱拍的吗？他们算什么啊？顾小姐，你在公众场所与别人起争执，路人把实际情况拍下来，是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的。不用，那你就弄到他们需要负责啊。你是 TYF 的律师，这点事也要我教你吗？那你犯了法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是受害者，我犯什么法啊？你刮花了别人的车，已经触犯了刑事法典恶作剧条文。What？ 最多可被判监禁2年、罚款或两者兼施。要不是那该死的司机先惹我，我也不会反击啊！你们去告诉他们，我是 self defense。顾小姐，法律不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。谁跟你玩啊？我现在要告他们，害我名誉受损。还有啊，固旺的股票大跌，谁负责？你负责吗？你在固旺集团没有担任要职，就算固旺集团的股票有所波动，也不是你的原因。我是固旺的千金。固旺的股票今天上升呢。恭喜你们。一定是公司为了盖过我的新闻，才特地把产品发布会提前的。能够被轻易盖过的新闻，就不算什么大新闻了。喂，我是请你来帮我打官司，不是请你来教训我的。你什么名字啊？朱伟，我看猪尾巴还差不多。我现在就叫杨叔叔把你开除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很可爱啊？每次看了他，心情就会好一些。可爱？你还想？喂，干嘛？38岁男子李德明被指2年前在罐头工厂将当时66岁的老板余丽华推入绞肉机，导致他当场死亡。这起命案今天下午在高庭下判，法官宣判李德明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判处强制性死刑。在高庭下判，法官宣判李德明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判处强制性死刑。老公，在想什么？李亚，如果你要当事人明明有罪，却坚持没有，你还会继续帮他辩护吗？那不是我们法律学第1年讨论过的话题吗？你从来都不纠结这些事的。可能是有了家庭和孩子，看事情的角度都不同了。你确定他有罪吗？有证据吗？我知道听起来很矛盾，身为律师，我们都很清楚，凡事都讲求证据。可是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太可疑，直接告诉我，他肯定有问题。如果是这么麻烦，就不如推掉这个案子吧。推掉的话，律所也会找其他律师接手，结果还不是一样。受害者让我想起了轩轩，将心比心，一想到他也可能受到伤害，我就过不了心里这一关。哎呀，生孩子也是婴儿吗？那是不是最近新闻报道的罐头工厂死因案？
论别人怎么说，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，那就够了。律师不是靠想象力打官司的。先不说你今天是于丽华的辩护律师，就算今天你是要定他罪的控方，没有证据，法官也会听你多说一个字。这我明白，可是要帮一个有罪的人争取无罪释放，我觉得有罪无罪，那是法官的责任，你不能够在心里自己进行判决。你的职责是代表你的当事人，为他辩护，为他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师傅，你真的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决定？这世界本来就没有所谓对的决定，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努力把你的决定变成对的，那就行了。进来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先聊。没关系，坐。找我什么事呢？罐头工厂的命案，我想帮李德明上诉。你想打无偿？你们两个，一个有案子不接，一个想接打不赢的案子，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啊？你也有案子不想接的？我也没想到你会主动接无偿的案子。这里是 TYF， 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律师楼。你们是 TYF 的律师，就得按公司的规定做事。顾望清的案子你不能拒绝，李德明的案子你不能接，理由是什么？不用我来告诉你们吧。我也是随口问问，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愿意接手罢了。没事，我先出去了。那我也出去了。嗯。为什么要接无偿官司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好奇。有时间去管别人的事情，不如学会怎么控制一下你的当事人，千万别大呼小叫的，影响到其他人工作。我只是负责打官司的，其他的东西我也控制不了啊。我们这行有时候碰到一些案子，就算是结束了也放不开，就像命运一样。可是你应该很难明白这种感觉。你来找我，有重要的事。我想接一宗案子。朕的不同意。什么案子啊？罐头工厂于丽华的谋杀案，我想帮李德明上诉。没问题啊。你的意思是？接吧。不需要跟方律师商量吗？ TYF 是我创立的，我决定的事，没人能改变。
杨叔叔，杨叔叔，你一定要把他开除掉。我正在和客人说话呢。你先答应我，一定要开除那个没有用的猪尾巴。猪尾巴？猪尾是我们 TYF 数一数二的律师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什么误会 ？TYF 那么大一间公司，什么叫 customer service 他不知道吗？我要他去告别人，他跟我说告不了，还反过来说我会被告，哎。他只是实话实说，不想拐弯抹角，那就跟你一样嘛。不一样，我是谁，他是谁啊，杨叔叔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朱伟对这类的案子呢很有经验的，你的案子交给他，我就给他放100颗星了。我才不要啊，杨叔叔，你把他开除掉好不好？好，我会说朱伟，叫他别欺负你。你说的啊？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哦。杨叔叔，你最棒了。真是像个小朋友，你真的是。哎，顾小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载你去吧。哎，顾小姐，我求你别再让我为难好吗？上次就是因为你偷偷溜掉了，所以才发生那样一件事情，还被人家给碰上网。顾先生这次有特别交代，如果你这一次再偷偷溜掉的话，他就……本小姐今天心情不好，不要来惹我。对了，警员掌握我，说要接云丽华的谋杀案。我都拒绝他了，他就是不死心，还跑去找你。让他接吧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把握，他也不会提要做的。可是法官已经判你得名死刑，上诉成功机会也不高，我们何必冒这个险呢？正因为胜算低，如果逆风翻盘，各大报章少不了 TYF 的版面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。那万一不行呢？他现在战无不胜，如果为了一宗无偿官司而丢了这名号，那 TYF 不就少了张王牌吗？那我正合你意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挫一挫他的锐气？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不卖你这面子吗？顾小姐，你找朱律师啊？不然找你呀。你等一下，我先告诉他哈。走开啦！等一下他会生气的啊。这是我之前帮你申请的防止骚扰法令，这是今天发出来的停令。这有什么用啊？有了这个，网上那些 keyboard warrior 就不能再恶意中伤你了。谁管他们啊？我现在要告别人。啊？你还要告谁？那该死的司机跟他孙子啊！那。顾旺集团大小姐的视频，大家都看过了吧？那个司机 Mr. Boone 就是我爷爷。爷爷驾了这么久的车，从来没有遇过这么野蛮的顾客。那天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，他只是好意提醒那位顾小姐要注意安全，结果好心没好报，他羞辱我爷爷，还刮他的车，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，真是太过分了！有钱就可以这样欺负老人家吗？我要告死他们！你要告他们什么？告他们乱说话啊！告他们装可怜，告他们恶心。你刚刚说的这些都告不成的。你是律师吗？不是就闭嘴。他说的没有错，刚才那些不构成犯罪。猪尾巴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？我就是站在你这边的，所以才就事论事。刚才视频里的内容没有任何诋毁你的意思。可是他在撒谎啊！那个臭司机根本就不是好意提醒，他是恶意侮辱我。证据呢？人证物证？有人证？谁？我啊！
证据，人证物证。有人证？谁？我啊。朱律师，你不能当自己的人证。为什么？我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头有脸，我说的话谁不相信？你走开！你之前的不当行为被人拍下来放到网上，虽然这个视频现在拿下来了，但是公众对你的看法都觉得你家里很有钱，是个刁蛮任性的大小姐。但相比之下，那个德士司机家境普通，记录良好，现在又有孙子帮他说话，那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呢？所以呢，穷人就一定有理，有钱人就一定有罪吗？啊，穷人都是好人，有钱人都是坏人吗？目前来看，民众是这么想的。喂，做人也不能只看表面吧？他看起来像是个好爷爷，可是根本就坏死了。他看起来像是个好爷爷，可是根本就坏死了。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他看起来像是个大坏蛋啊！但这个世界就是只看表面的。喂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律师的？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律师，所以我才要提醒你。你刮花人家的车，人家不告你，你已经很走运了。不要把小事闹大，让自己难堪。哎呀，你这个死猪尾巴，什么烂律师啊！我真的要叫杨叔叔把你开除掉。走开！还有事吗？没有。对了，朱律师，刚才你在查什么啊？不能做自己的证人，还要查的吗？顾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很痛啊？要不要叫救伤车？吵死了，只是肚子痛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的。是不是胃痛？还是你没有吃东西？走，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哎，我只是被那只猪尾巴气到而已，你不用那么这么吵了。他羞辱我爷爷，还刮花他的车。你刮花人家的车，人家不告你，你已经很走运了。要穿这样就不要怕别人看。喂，你看什么看啊？你还看？你还看？你冷静点，放开我啦！这样只会引来更多不必要的注意。谁叫他们笑我啊？哪有啊？明明就是你乱喊乱叫，他们才看过来的。才怪！这几天我走到哪里去都被人家指指点点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不要想这么多。网上每天都有千千万万个新视频，再过几天啊，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事了。你是我吗？你知道什么啊？哟，司机杀手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拍死你！拍死你！啊！你看！ Sorry 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每天要受这样的气。不如我回去找朱律师谈谈，看他有没有其他方法帮你。还痛啊？吃点东西吧，你的胃会舒服一点。我常常把这些零食放在抽屉里，胃痛的时候就拿来吃。不吃也可以。 喂，很大包啊，你慢慢吃啊。还说，顾小姐的案子，我想再调查一下。还要再查什么？现在很多私招车里面都安装了朝车内具录音功能的摄录器，我想和私招车公司申请看看，或许可以找出当晚车内的录音。 防止骚扰法令的停令已经发出了，现在那个司机也没有要告他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我觉得不需要再浪费时间。可是受害的可能不只是司机啊，如果顾小姐说的是实话，
那司机真的出口伤人，那顾小姐会生气也是合理的。大家都不知道真相，还一直骂她、笑她，我觉得这对她太不公平了。你为什么那么想帮她？因为她跟我很像。哪里像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行，你想去就去吧。谢谢你啊，朱律师。不过在调查的时候，保持低调，不要给我惹麻烦。OK， 没有问题。提神啊！你也来一杯。不了。李德明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？正在调查中。哼，你办事，我跟 TY 都很放心。只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规矩，凡事不能越矩，也不能越级。啊，就像咖啡倒了糖先搅，再倒奶精，味道是最好。不按规矩煮出来的咖啡喝下去，只有苦了你自己啊！我喜欢苦咖啡。做我们这行，想为他人伸张正义，那是很好，但也要看代价是什么。如果你百战百胜的招牌丢了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哦，仔细想想 ，TY 让你接这个案子，不知道是在帮你，还是在害你，你说是吗？老板就是掉进这台机器死掉的。我们去看别的了。钱还给我！把钱还给几点了？快点，快点！手脚这么慢，如果出不了话，那怎么办？那个人是谁？老板的女儿。Jimmy Cole？是啊，老板死后他就接管工厂了。出不了后我扣你薪水，还有你们一样。还在忙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会回来公司的？ VIP 室啊，以前是我的办公室。有时晚上我无聊就会上来看看夜景，抽抽雪茄，放松一下。查了怎么样啦？我刚去现场看了一下，还没找出疑点。你去了现场？朱伟说的没错。朱伟说了什么？你不像一般的律师，通常他们都会把调查的工作留给警方，可是你会亲自去调查。
我不相信真相是客观的。身为辩护律师，就是要抱着维护当事人的信念去挖掘，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真相。可是，如果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去挖掘真相，那不是违背了法律的客观精神吗？在法庭上，不是控方就是辩方，有谁能真正做到客观公正，找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，才是真相。那如果最后你找到的是你不想知道，甚至承受不了的真相呢？总好过一直活在谎言中。需要帮忙吗？虽然我很久没上战场了，可是我这脑袋还是有点用处。这房里所有的档案，我都记在这里，要不要考考我？给我一杯水。30年前，美慈路集体打斗，有多少人被控16个，其中一个当时才14岁。1999年，酒库杀人罪，法官最后以什么证据来定罪？陷阱题，因为最后找到的不是关键证据，是意图。主控官揭发女被告其实是老板的情妇，所以才会杀了老板娘。你太早退休了。8年前，一名富家子长期家暴他太太和5岁女儿，最后还杀了他们。当我站在法庭，开口为他求情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该退休了。你当律师这么多年，见过大风大雨，怎么会在这时候选择离开？在这一行，无情才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。无论当事人是好是坏，我们都要为他辩护。对与错的界限早就变得模糊不清了。这个我明白，但是我就是不懂，为什么你会离开？因为当时我站在法庭为加害者辩护，内心想的却是受害者们所受的苦难。当我开始被受害者们的情绪影响，没办法视而不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己该离开了。我再考你一题：17年前罐头工厂的杀婴案，于丽华有没有罪？这问题你想问很久了吧？凯森一直很想知道。你也是因为凯森才想接罐头工厂的案子。如果当年我没有把案子交给凯森，还坚持要他继续帮于丽华脱罪，他也不会一直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。凯森正好跟你相反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他变得麻木不仁，就不会再当律师了。他的确是一个比我更好的人，
我会帮你的。如果凯盛还在，一定也会想要打赢这场官司。TY 让你接这个案子，不知道是在帮你还是害你。嗨，你一个人喝闷酒啊？你看那边。哎呀，我的手机掉了，你可以帮我捡吗？Sorry。猪尾巴也不会帮我捡手机。猪尾巴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怎样，是不是觉得整身都没有力，好像轻飘飘的一样啊？你看你这副德性，可悲死了！怎样，要不要我扶你啊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小看我顾忘情？敢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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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Hello。